好久没来冠前街了，发现这一片店几乎都倒了呀。就是开明这一片啊，人也没有什么人。当然了，店都倒了，当然没什么人了。你看这一排也都倒了，哪位的？外地人在苏州到底有多难？为什么那么多的人选择离开了苏州？先说苏州什么多啊？苏州呢，4000多的工资多，单休多，中介多，本地的拆二代享受红利的多，看不到未来希望，选择离开的人也多。那苏州什么少呢？机会少，工资少，人情味也少。普通人想在这里出头，真的很难。要么工厂3班倒，要么销售中介满地跑，要么风吹日晒送外卖。外地人在苏州真的没有几个过得特别轻松的。1200多万人口的苏州，街上没有了人流，店里也没有了客流。以前最热闹的石路观前街，现在也是冷冷清清的，人都去哪里了？怎么就找不到了？你们有没有发现，现在大街上跑外卖的、摆地摊卖小吃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，甚至都有一些饱和了，出现了僧多粥少的局面。越来越多的外地人离开，大街上的人流就更少了。还有就是现在一半的人都喜欢在家刷短视频，另外的一半就是在加班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，我是真言。曾被誉为宇宙最强地级市的苏州，常住人口超过1298万，长三角制造业版图中的明星，聚集了大量台资企业、电子代工厂与外向型制造业。然而2026年4月，街头流传的视频却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：商场空荡，景区冷清，写字楼寂静，工厂闲置，甚至乡下也到处张贴招租告示。市民直言，大量工厂停摆，商铺关门，工人失业，外资撤离，当地经济已陷入全面崩盘的困境。一些表面的变化正在迅速向更深层传导。真正值得警惕的，当数以千万计的人失去稳定工作，又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找不到落脚点，这已经不再只是经济问题，而是正在积累的社会风险。而这个火药桶正在一点点被点燃。有博主直言，如今在苏州想找一份能按时发工资的工作，都已经变成一件不容易的事了，更别说还有闲心出去逛街消费。博主说，做家具生意的，他明确指出，10年前的家具城人山人海，生意火得不行，而现在却冷清的离谱。夸张点说，随手扔根棍子都碰到几个人。与此同时，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工厂开始裁员收缩，让人忍不住反复在想，苏州的人到底都去哪儿了？来自网络的一组实拍视频也引发了不少人的关注。画面没有夸张的渲染，也没有复杂的解说，但内容却出奇一致。经济正在迅速降温。在江苏江阴，一段拍摄于当地商场的视频显示，整座商场内的大部分店铺已经关闭。曾经密集开业的商铺，如今只剩下一排排拉下的卷帘门，灯光依旧明亮，设施运转正常，但消费者几乎消失，现场显得格外空旷。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万象天地商业中心的实拍画面中，可以清晰地看到部分区域门店关闭明显，客流稀少。与过去人来人往的景象相比，如今的氛围显得冷清许多。如果说商场的变化还只是消费端降温的表现，那么街头的画面则更具冲击力。在另一段视频中，一条曾经热闹的街道，夜晚却变得异常安静。过去，很多人将商场经营困难归因于电商冲击，认为消费只是从线下转移到了线上。但从当前这些现象来看，问题或许并不只是转移，而是整体消费意愿的下降。
当顾客减少，最先受到影响的是商铺经营。当商铺难以维持，就会带来就业压力，而就业变化最终会反映到更直观的城市生活状态上。从事企业规划7年，协助过500多位老板贷款的金融培训师告诉媒体，这边的经济行情不如从前了。在苏州做生意挺残酷的，很多老板为了1个月房租失眠。界面上主要是游客拍视频打卡，本地真正消费的人很少。游客进店问价后扭头就走。他还提到，城市管理严格，动不动就被罚，大环境很差，做生意太难。在一家职业介绍所工作的中介人员郑鹏飞，每天接触大量求职者。他透露，今年来苏州找工作的很多，但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回老家了。今年活儿太难找，不是工价低，就是工厂不要女的，不要男的，不要学历低的，不要年龄大的。很多出来1个月了没找到工作，身上没有钱，甚至住的地方都没有，险些饿死在外面。他感慨，如今找工作绝不能太挑，只能先找个过渡。更有视频显示，街边不再是灯火通明的店铺和夜市摊位，而是出现了露宿街头的人群。一些人直接在路边铺设简单的被褥度过夜晚，这样的场景让人不禁产生强烈反差。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孙国祥分析指出，将苏州形容为一夜崩盘或许不够精准，但更贴近现实的描述是，苏州正处于外部冲击与内部转型交织下的结构性放缓期。外部压力方面，美中战略竞争加剧与全球供应链去风险化趋势升温，跨国企业正将产业分散到东南亚与印度等地。苏州长期依赖外资与出口导向制造业，经济结构对外部需求高度敏感。当订单转移、投资减缓时，便直接反映在工业产出与就业市场上。内部压力方面，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，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下降，压缩了基建与公共支出能力。地方融资平台与企业债务累积，使投资决策趋于保守。即使苏州具备产业基础，也难以通过传统投资拉动经济增长。苏国强教授总结，苏州经济现况反映出一个深层的结构性困境。过去依赖外资出口与低成本优势所建立的成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，而新的成长动能尚未完全成熟。中国经济放缓、产业重组与就业压力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常态。当宇宙最强地级市的街头变得人去楼空，当外资撤离的浪潮肉眼可见，苏州正以自己的方式敲响警钟。外界还观察到，以江苏乃至整个东南沿海为代表，一个更深的变化正在发生，人口流动的方向开始逆转。自改革开放以来，数亿中国农民工背井离乡，涌入东南沿海的工厂与工地，用汗水换取城市梦。如今，这一潮流正在悄然逆转。2026年4月20日，《金融时报》报道，湖南农民工大县隆回县的国有劳务中介负责人直言，自2023年起，公司发布的招聘广告数量持续下降，而求职人数却稳步上升，几乎每个村子都滞留着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，这也让基层担忧社会秩序与稳定。数据冰冷却触目惊心，中国约有3亿农民工，其中跨省务工者曾占近60%。但从2015年起，外出到经济较好省份打工的人数持续下降。2024年，发达省份的工资涨幅已低于内陆省份。
过去沿海月薪1.5万至1.6万元的建筑工，如今在省内打零工，最多只能挣7、8千元。龙回县一家运动鞋厂鼎盛时期近3000名工人，如今仅剩200至300人。中美贸易战导致订单锐减是直接原因。3月下旬，《金融时报》记者走访龙回县时，看到的是一幅返乡滞留图景。一名50多岁的王姓村民说，以前在广东做建筑，生意好时1个月1.5万多，今年工地停工，只能回家打零工。35岁的大理石铺专工在东莞的活儿已停工3、4个月，回家后每月最多4000元，不管钱多钱少都得接。一位60多岁的陈姓农民工更无奈，如果广州有包吃包住5000元的工作，我愿意去，可这个年纪根本找不到，只能永久返乡做装修零工。北京龙州经讯分析师阿尔南崔说的一针见血，疫情期间返乡是因封城，如今则是失业被迫。城市就业市场饱和，建筑业、制造业、服务业净招聘人数全面下降，新增岗位却集中在人工智能等高端领域，与返乡农民工的技能形成结构性错配。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陈慧玲指出，产业升级与中美贸易摩擦的双重冲击，让许多中老年农民工不知所措，只能回家种田或打零工。过去，农村一直是城市经济波动的安全阀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，2100万失业农民工返乡，靠土地和亲缘网络撑了过去，社会并未崩盘。但今天不同了，土地流转加速，村干部腐败，养老金微薄，部分只有每月200元。叠加青壮年返乡带来的城市经验与组织能力，农村已不再是单纯的缓冲区。中共农业农村部去年11月罕见召开工作会议，专门讨论失业问题，警告大规模返乡滞留和规模性返贫。今年春节前后，湖南衡阳县等地基层报告显示，已有18.3万农民工返乡，其中4万多人无法返岗。2026年形势预计更严峻，官方要求加强舆情监测，排查不稳定因素，实际已将返乡潮定性为潜在的政治安全威胁。这并非空穴来风，而是中国数千年王朝更迭的血泪镜像。秦末陈胜吴广揭竿而起，明末李自成席卷中原，清末太平天国运动，无一不是底层农民在天灾人祸、苛捐杂税、土地兼并下走投无路后的群体爆发。今天的农民工早已不是面朝黄土的小农，他们在城市见过高楼，学会技能，尝过户籍歧视与欠薪之痛。一旦城市容不下，农村也稳不住，愤怒就可能从零星抱怨升级为燎原之势。中共靠农民进城驱动了改革开放奇迹，却从未真正打破城乡2元壁垒，户籍、社会保障长期缺失。如今经济下行，他们被赶回家乡，却发现家乡已空心化，留守老人儿童问题突出，基层治理脆弱，返乡者反而成了新组织力量。官方过去高调推乡村振兴，如今却严防规模性治乡，暴露了政策的尴尬两难。城市吸纳不了，农村也容纳不下。香港理工大学陈慧玲的观察一语中的，在技能更新与贸易摩擦的双重夹击下，中老年农民工的困境已不仅是经济问题，更是结构性矛盾的集中体现。阿尔南崔也指出，大城市乃是返乡者最好的选择，但劳动力市场疲软的现实让这一选择越来越奢侈。当3亿人的生计从进城致富转向治乡求存，当昔日蓄水池悄然变为潜在的火药桶，任何忽视底层稳定的决策都可能重蹈历史覆辙。中国经济正向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，房地产低迷，制造业外迁，民企信心不足的压力仍在持续。如何让返乡农民工不成为火药桶，而重新成为发展新动力，或许才是当下最紧迫的课题。
历史不会简单重复，但它总在相似的节点敲响警钟。这一次留给决策者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分享给您的朋友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真言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